我家阳台上养的那盆茉莉花蔫巴巴的，叶片蔫得打卷，盆土也硬得像块砖，浇下去的水顺着盆边直往下漏，丝毫没有复苏的迹象。我估摸着根须早就闷得喘不过气了。正当我在阳台上瞅着花盆犯愁时，被对门张姨看到了。她端着个搪瓷杯就过来我家了，里面还晃荡着深褐色的液体。我瞅着张姨手中那杯像酱油似的液体，心里直犯嘀咕。然而张姨却不由分说往茉莉盆里浇了半杯，然后她说这是发酵好的茶叶水，去年我家月季都快枯死了，就是它就回来的。浇进去后，我半信半疑地等了整整10天，结果奇迹真的发生了。茉莉原本发黄的叶片渐渐地止住了发黄的趋势，而且又从枝条间冒出了密密麻麻的新芽，原本硬邦邦的盆土竟然也开始变得松松软软的。那么茶叶水具体要怎么使用呢？除了茶叶水，还有哪些价值堪比黄金的养花神水呢？1. 茶叶水。发酵的茶叶水是天然的抗老神仙水。张姨的茶叶水养花经得从3年前说起。她自从退休后便迷上了养茉莉花，可不管她如何施肥、浇水、修剪，总是养不出像花店那种爆盆的状态，而且叶片上还总带着黄褐色的小斑点。有天，张姨在小区楼下的茶馆喝茶，瞧见老板娘把泡过的茶叶倒在了门口的栀子花盆里，而那颗栀子却开得像堆雪，花瓣厚的能反光。老板娘见张姨好奇，就告诉她茶叶要发酵才管用。张姨听完后，回家就立马找了个1.5升的可乐瓶，然后把家里喝剩的碧螺春、龙井全一股脑倒了进去，拧紧盖放在了南窗台，南窗台光照强，方便发酵。刚晒上的头几天，基本上瓶中没啥动静，结果到第7天早上，只听砰的一声，瓶盖竟被里面的气给顶开了，褐色的液体溅了一窗台。张姨下得赶紧用纱布过滤残渣，紧接着兑上10倍的清水，就开始往茉莉盆里浇。没想到2周后，茉莉叶片上的斑点竟真的淡了，新抽的枝条带着紫红色的边，瞧着就精神。如今，张姨家的阳台上雷打不动地摆着3个发酵瓶，绿色瓶子专泡绿茶，用来浇栀子花；棕色瓶专泡红茶，用来给茉莉喝；白色瓶子专泡乌龙茶，用来喂家里的杜鹃。茶叶水里含有丰富的茶多酚，它可是养花的好东西，用了它就像给花涂了层防晒霜，能减少黑斑病的出现。2. 煮鸡蛋水。温乎的水最养根，蛋壳里的钙全在汤里。每天早上煮鸡蛋，我妈总会把煮蛋水倒进一个玻璃罐里，说这是懒人养花必备水。前年冬天，我家长寿花放在防盗窗外，忘记搬回来，冻得都快死了，叶片软得像抹布。她就用这种水浇了3次，结果不仅命保住了，开春竟还爆出了20多个花苞，花瓣层层叠叠像小玫瑰。这水里有从蛋壳中煮出来的钙，花喝了茎秆长得壮。使用时还有一个小窍门，那就是千万别等水凉透了再浇花，水温乎乎的时候浇最好，这样可以避免根受刺激。我学着我妈的样子，每天都会把煮鸡蛋的水倒进玻璃罐里晾着，等水温降到不烫手时，就开始往花盆里浇。喝完鸡蛋水变化最明显的就是那盆君子兰啦，以前养不好君子兰，它的叶片总往一边歪，如今一改之前的颓势，新抽的叶片不仅颜色绿，而且还挺拔的像把宝剑，两边对称的宛若用尺子量过一般。上周给它换盆时，我扒开盆土一看，白色的根须缠着盆底，密得像老爷爷的白胡子。办公室里姐听我讲了这招，特意买了个煮蛋器，每天都把煮蛋水攒起来浇它的多肉。她说，你看我这颗桃蛋，以前叶片总是皱巴巴的，就像一颗颗葡萄干，现在不仅叶片变得圆滚滚的，而且捏起来还硬邦邦的，充满了生命力，就连盆土都不再板结了，用手一戳一个坑。不过这煮蛋水养花，切记不要用茶叶蛋的水，因为茶叶蛋里面含有盐分，使用后会伤根。3. 淘米水。第一遍洗米水发酵后是万能肥王。我婆婆做饭时总喜欢把淘米水倒进洗碗池边的那个蓝色大桶里，这个桶是她去年特意买的。婆婆养的发财树在淘米水的浇灌下疯狂地生长着，枝繁叶茂，都快顶到天花板了，叶片宽的都能当扇子用，比在花市上买的任何营养液都管用。
婆婆边搅桶里的液体边说，去年这棵发财树有段时间掉叶子很严重，马上都要掉成秃头了，最终就是靠它养回来的。这里还教我了个淘米水浇花的窍门，第一遍的淘米水是最有营养的，倒进桶里后，如果家里有橘子皮，可以再扔半块橘子皮进去，然后就需要密封起来发酵3周。橘子皮能去味腥臭味，不然发酵出来的淘米水很臭。我回家后也照着婆婆的方法做了个桶，然后把它放在阳台角落，每天在阳台打理花草时，都能闻见淡淡的橘香。3周后，等我打开桶盖时，用筷子使劲搅了搅，底下沉着的白花花的淀粉渣就立马翻腾了上来，然后我兑上20倍的清水搅拌均匀后，直接浇进了绣球花盆里。我这盆绣球花去年仅开了3朵花，可怜的不行，但今年浇过淘米水后，竟冒出了7个花苞，就像一个个藏在叶间的彩色绣球。上个月，小区内组织了一个线上养花大赛，花友们都在花友群里面晒花，结果我家绣球获奖了，还得了个最艳奖，把我开心的不行。有邻居问我家绣球是不是用了进口肥，我笑着拍了我家的淘米水桶，这是我家的祖传秘方。小区门口开杂货店的王大爷用淘米水养了1院子的月季花，他的法子更绝，把发酵好的淘米水装进喷壶，对着月季叶片正反面喷，既能补肥又能防红蜘蛛。4. 蚊香灰水，驱蚊剩下的灰泡水是天然杀虫剂。去年夏天蚊子特别多，我家一整个暑假下来点剩的蚊香灰都装满了整整3个烟灰缸，正想把它们倒进垃圾桶，结果碰巧被楼下张叔看见了，他赶紧拦住我说，这可是养花的好东西，兑水浇花后花盆内不容易生虫。他教我把蚊香灰倒进喷壶，灌满清水后使劲摇晃2分钟，然后静置半小时后，把上面的清液倒进花盆里就行。这水里有除虫菊酯，能杀土里的虫卵。张叔指着他家的兰花说，去年我家兰花生了介壳虫，用这水连着喷了3次就好了，还不烧根。下班回家后，我半信半疑地往绿萝盆里浇了半壶，原本夏天总在盆土表面爬的小黑飞，3天后竟然真的消失不见了踪影，连盆土都松快了不少。现在我家的阳台上常备着蚊香灰水，春天给多肉浇水时掺点，从那之后叶片上就再也没发现过白乎乎的介壳虫了。有次邻居小李家的多肉长了蚜虫，叶子被咬得密密麻麻的全是小洞，我给了他半瓶蚊香灰水，然后让他浇试试。结果1周后，他便兴奋地跟我说，你的方法真牛，虫子真的全没了，新叶都冒出来了。张叔用蚊香灰养兰花还有个秘诀，就是每年春天换盆时，他会把蚊香灰拌进植料里，说是能调节土壤酸碱度。5. 香蕉皮水，香蕉皮加勺红糖发酵，开花时能窜花苞。去年去小区超市搞年终促销，香蕉10块钱10斤，我贪便宜买了一大串，结果没吃完，放坏了多半。正心疼地把它们往垃圾桶里扔，结果碰巧被楼下的老花农王大爷看见了，捡起我丢的香蕉皮就装进了蛇皮袋中，然后笑着对我说，这可是我们养花人的宝贝，泡水能当催花肥。他教我把香蕉皮剪成指甲盖一般的大小，然后装进瓶里，加上1勺红糖，接着灌满清水密封起来，最后放在太阳底下晒，自然腐熟。红糖能当发酵剂，20天就能用。王大爷指着自己的3角梅说，去年我这棵3角梅只开了5朵花，今年自从用了香蕉皮水后，花苞密得看不见叶子。我回到家找了个2升的大瓶，按他说的比例泡了1瓶，然后把它们放在南阳台暴晒。中途打开瓶盖放气时，一股甜滋滋的酸香味就飘了出来。等20天后，就可以过滤出深褐色的液体，兑上500倍的清水往月季盆里浇。那棵总爱生病的月季，现在新枝上的花苞串得像糖葫芦，连叶片都绿得发黑。最神奇的是我家的蟹爪兰，以前1年只开1次花，今年春天竟2次开花，粉紫色的花瓣像小蝴蝶停在枝头。王大爷说，香蕉皮里的钾元素是实至名归的开花催化剂，但夏天最好不要用，容易招小黑飞。春秋季每隔20天浇1次就足够了，比买的磷酸2氢钾还要管用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内容。喜欢家庭养花的话，请点赞、关注并多多转发。
感谢观看。近期天气炎热，请各位花友注意防暑。我们下期见。